整个8月，美股道琼3度重挫2.5%以上，经历8年来最震荡的8月行情，指数全随着美中贸易战而起伏。虽然投资人对贸易战得以排解，终究抱持一线希望，但进入9月还是惊涛骇浪。Yet another escalation in the U.S.-China trade war taking place over the weekend. The countries hitting each other with a new round of tariffs. This is a fresh round of tariffs on China kicked in over the weekend, targeting goods like clothing, tools, electronics, all of that went into effect September 1. China then, of course, responded by imposing retaliatory tariffs on U.S. imports of soybeans, crude oil, and pharmaceuticals. 美国这一轮的关税是对近3000亿美金的大陆进口商品中执行第一阶段1120亿加征15%，其余的延后到12月15号。而大陆也对750亿美金的美国进口商品执行第一阶段的1717项产品加征5%到10%的关税，其余的3361项同样推迟到12月15号。与此同时，还将美国近3000亿美金产品的加税向 WTO 提起诉讼。全球股市在9月2号已经反映美中关税大战的升级。当天，美股因劳动节休市躲过，但3号的3大股指就大幅低开，道指盘中一度杀跌超过400点。We're asking President Trump to put down that smartphone, which we love, and start getting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because he's promised us now for over a year and a half this is just a short-term thing, and we've gone along with it, not happily, of course, but he keeps increasing. He's increased tariffs so much now on almost every product that consumers are going to feel it. In fact, businesses are already feeling it. 美国消费技术协会总裁夏培罗受访时痛批美国将陷入川普所造成的经济衰退。美国各行各业也逐渐感受到贸易战的冲击。The uncertainty with trade negotiations has a direct effect of trucking. It trickles down. So if you look at all that, people say, well, it doesn't affect me. Oh, yes, it does. The ripple effect's going to hit you too. 美国出口到大陆的大豆降到2002年以来的水平，猪肉出口也降到9年新低，高粱的出货量比2015年下降了96%。美国中西部卡车司机协会执行副总裁雪佛说，这让协会会员里以农产品运输为主的卡车出勤率大幅降低。You know, it's really the customer that suffers, you know, from this, and it reduces everybody's buying power because of these price increases. This is stuff that's made in China, which is so much of the products that we sell. 周少军在旧金山经营5金行，店里的商品几乎全是中国制造。他正考虑提高下回进货商品的价格，因为店里小从钉子水管到园艺用的剪刀铲子，全都在9月1号起的加税清单里。也由于这次加税的产品全是美国日常的消费品，摩根大通在一份报告中估计，这将使美国每个家庭负担的平均成本每年提高1000美元。但这还是低估的，因为小摩的报告是基于加征10%的关税，川普后来又提高到了15%，这势必削弱美国当前还不错的消费力道。而在生产端，先行指标的 PMI 在8月降到3年新低的49.1，原因是贸易战的不确定性，让制造业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制定生产与销售计划。Unfortunately, at this point, when we're below 50, as Mike just mentioned, that is recession for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So we're watching very, very carefully for any signs that this is spilling over to the services sector. Manufacturing is just about 10% of GDP, 10% of employment. So broadly speaking, it's not good news, and the trend is not our friend in this data. 而周五公布的美国8月份新增非农就业人口是13万，低于预期的15.8万。就业市场已明显放缓，所有的数据都表明，贸易战对美国经济的冲击正在扩大，更代表川普在2020竞选连任中正失去他原本农业州的支持，还有寄望于制造业回流的铁锈带选票的流失。And let me tell you, if I wanted to do nothing with China, my stock market, our stock market, would be 10,000 points higher than it is right now. But somebody had to do this. To me, this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economy. Somebody had to do this. We had to do it with China. 对于贸易战的冲击，川普似乎也是百般无奈，但他更强调能在这场贸易战中占了上风，因为许多企业正在离开中国。川普也许并没有说错，虽然北京方面没有确切的企业出走数据，但大陆8月份的 PMI 跌到49.5，制造业持续呈现乏力状态。其中出厂价格指数46.7，连续第4个月低于50，
新订单指数为49，是7年来最低水平，显示企业信心已跌至谷底。今天下午，央行宣布9月16号将全面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同时，央行还将在10月15号和11月15号分2次，额外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每次各0.5个百分点，合计下调1个百分点。大陆人行本周再度放水，预计向市场投放9000亿人民币的流动性。人行的新闻稿虽然强调不搞大水漫灌，但确实是以空前的力度支援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输血。9月5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通话，双方同意10月初在华盛顿举行第13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而在关税战升级之后，美中贸易谈判又有戏剧性的发展。在双方工作层充分准备的基础上，10月初举行的第13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将力争取得实质性进展。大陆一向不愿在美国关税大棒压力下重回谈判桌，但这次不但定下磋商时程，更要有实质性进展。相较于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的以拖代变、等待川普连任失败的消极，这是北京方面罕见的积极表态。面对经济持续放缓，当然是态度改变的原因。此外，这与习近平在本周在中共中央党校的一场演说所释放的政策方向有很大关系。2019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3号上午在中央党校开班。事实上，在今年年初，习近平也在同一场合发表过讲话。当时他示警了重大风险，提出防范黑天鹅、灰犀牛等事件对大陆政经体制的冲击。习近平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斗争从来都是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都有，而且越来越复杂。而这次的谈话，习近平同样示警各种风险挑战，但同时讲了56次的斗争，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显然，面对风险不只是预警，这次更强调要正面迎战。习近平强调，斗争是一门艺术，要善于斗争，要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火候。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要根据形势需要，把握时度效，及时调整斗争策略。分析认为，习近平的这篇讲话将影响接下来大陆更灵活的正面处理内政与外交事务。这就率先体现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4号提出新的解决香港动荡的方案，以及对美中贸易谈判的态度。双方一致认为，应共同努力，采取实际行动，为磋商创造良好的条件。而什么是创造磋商的良好条件？8月中，川普发疯似的狂写10几条推文里，包括要在10月1号对前2轮共2500亿美金的大陆商品加征25%的关税，提高到30%。这时间点恰恰是双方约定的华府第13轮谈判之前。9月中，美中双方将展开工作层级的磋商。美方能否取消10月1号的加税，将是第13轮谈判的关键。